亲友们好，欢迎观看四郎讲棋。我们来看一盘很有意思的残局。这盘棋呢，子弟不多，红方一炮一兵，有一个士领个老帅，黑方这边士象权少个士啊，有一个马，但是这个马呢被拉住了，而且红方这个兵呢还拱着马。当然了，如果红方上来就用兵把马拱了，这个棋和了。拱完以后呢，红方一个炮一个士，黑方双象，这个棋红方赢不了啊。那这个棋红方第一招就不能瞎走。你要是说把这个炮平开，那么黑方一补中象，那下一招你要是不拱他这个马，他这个马就走了，你拱了也是和呀。那这个棋呢，咱们得需要一些技巧啊。首先第一步咱们要上帅，这招棋呢，你要是说是等招呢也行，但是这里边还有埋伏，因为咱们红方这个炮没有平开。如果说你还是飞中象，那么好了，咱们一平帅，来棋友们看看是什么情况。这就铁门栓了，虽然说咱们是个兵，但是也够杀了，下一招就是往前冲啊。那这棋黑方就输了啊，不行。那这里黑方老将不能动，马不能动，这个象也只能飞这个，而且只有一个点，飞高象。那么接下来咱们进一步炮啊，以这种方式把这个炮弄出去。那黑方还得这样走啊，不能飞中象。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走呢？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？不会的可以先暂停一下，考虑一下，然后再看答案啊。那我先说几种错误的方法。首先红方不能把炮放在这儿，这样走呢黑方肯定飞中象了，下一招就要给马跳出来，那肯定不行，这个马一动咱没法赢了啊。那么如果说放在这儿呢，这里黑方他一飞象，咱们下底炮一将什么的，这棋也不行，那黑方就给马一垫，那这棋咱们红方也没啥思路能赢了，黑方有象走闲招呗，那这个棋又和了啊，不行。这里红方的正确走法啊，棋友们可要注意了啊，咱们呢就平一步就够了。为啥这样走呢？你看啊，这里黑方不是飞中象吗？咱们来个进炮，这样一来呢，黑方这个马还是没出去，那没出去咱们也没赢了啊。黑方走闲不就完事了吗？可以动象啊。但是这里边学问可大了，你是能动象，你动哪个象啊？如果说你动边象，你这个象无论你往哪儿飞啊，接下来咱们一平帅，来看一看又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个小型的铁门栓呐，下一招我就要进兵拱死你，你一点招没有啊？你看这里边还有杀棋呢，你说气人不？所以说黑方他不能飞边象，他只能飞中象，防止咱们老帅移动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你这个象你往哪儿飞？你往左还是往右啊？假设你往右啊，那这个棋黑方相当憋屈了。咱们虽然说不能平老帅了，一平老帅他跳马了是吧？但是咱们可以退炮。那退炮以后又怎么了呢？退炮的话，首先你就不能回中了，咱们一架中炮，你这几个子别想动了，下一招我平帅又是铁门栓。那看一看吧，黑方不回中他还能怎么走呢？他中路这一撮动不了，他只能落象了吧，没别棋可走。那接下来咱们平炮一打底象，这个棋他就坏了。首先你还是不能回中啊，不然我又震你了。那他这俩象呢，只能往边路上飞，无论你怎么飞，接下来咱们等他一招，比方说进一步炮或者动一下士都行啊。那这不就坏了吗？黑方只能自己往坑里跳了。你要么落象让我打闷攻啊，你要么就往中路飞让我镇住你。下一招平帅铁门栓，这棋黑方又输了。这是黑方往右弄象的变化，我们看一下往左的啊。好，回到这个局面，刚才说了往右，这回他往左了啊。往左的话还算他顽强一些，那咱们还是退炮啊。那么黑方这边呢，还是不能往中路飞象啊，他这俩象随便飞，你愿意咋飞咋飞啊。咱们都是走这招棋，就是要准备下底炮，就明告诉你了，你能咋整吧。这里无论怎么走，结果都一样啊。比方说他就提前回象了，那咱们也是下底炮，他动那个象，咱们也是下底炮，他还得回象，一样。那现在黑方这里只有一个象能动了，要么落象，要么飞高象呗。比方说他就飞高象啊，那咱们下底炮的目的是啥呀？就是让黑方这个底士不能动啊。那咱们就可以大胆的来一招小刀剜心，吃个马，干掉以后，这个兵嘴里说了一句：今天晚上咱们军营伙食不错呀，吃马肉啊。
至于是煮着吃还是烤着吃，咱就不知道了。那么这里一将，黑方这个士吃不动，他只有躲将。那么咱们把底士一打，这个棋我想大家已经会了吧？现在黑方这个老将已经被锁定了，任人宰割了。那黑方这边再怎么走呢，都无济于事了啊。比方说他就回象，那咱们就直接退炮。黑方这个象无论你怎么飞，咱们都是平炮，对咱们没有任何影响啊。他继续飞象，咱们动士。那他再次飞象，咱们乘势一将，绝杀无解。好了，一切归于平静了。棋友们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的帮四郎一忙，点个赞啊！我们下期视频见。